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钟，那么在汶川呢发生了这个大地震，损失惨重。当时电视也都把现场画面传过之后呢，我们每个人看了之后都感到很难过，很伤心。人民上下也积极展开了灾区灾后重建的这样的活动，捐款呐，志愿者呀到灾区去。那么如今呢，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灾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有一些统计数字呢，反映了灾区旧貌换新颜。就说由于地震呢，好多人就房子没了，流离失所了。那么这些人呢，现在71.7%已经住进新房了。26.6%呢，原来呢房子挺危险，现在加固了。只有不到1.7%的人呢，由于等着新房啊，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原因，还住在这个过渡性的板房里边呢。应该说这个比例很让人满意，就是灾区重建确实收获了很大的成果。可是我们想呢，灾区重建呢，不仅仅是盖了个房子就拉倒了。我呢这2年去过灾区，到那个都江堰呐、北川、绵竹我都去过。那么你从外表上看呢，现在灾区的房子建的真是比过去好多了，就是地震前那个条件没法跟现在比，房子的漂亮程度、坚固程度啊，小区的配套设施都比以前好。可是你不能光看外表，咱们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呢给了补贴了。说你房子损坏的呢，城镇的一户给你补2万5，农村的一户给补1万，咱们有这个政策。可是问题是，他们盖房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好赶上了中国现在物价飞涨啊，包括建设成本高。你比方说在四川那个一些小县城或者农村，一个楼房的建筑1平米成本是300块钱，等到地震之后他们建的时候呢，已经涨到了700块钱，所以几乎那些自个儿盖房的所有的那些户，都需要自个儿掏出自个儿积蓄，然后再借钱，平均每户都欠不少钱。所以这个灾后重建呢，不光是盖房子，你得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那过上好日子，你得让灾民能富起来，想办法致富。那么现在灾区呢，各方面都在恢复过程当中呢，这个灾民的就业问题、致富的问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是有一些这个沿海地区发达企业呢，迁到四川一带去，解决一部分就业。可是同时呢，有大量的四川当地人呢，灾后呢到外地打工，使原来整个灾区地方的基础消费以及劳动力的状况出现了很紧张的局面。所以现在灾区重建呢，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说房子建好了，政府给吃给喝就完事儿了。它还面临很多问题，何况还有灾民的心理调整问题。所以灾区重建是个相当长陕西到那些地方动手术的，不需要动手术的，留在四川当地就近治疗。那么手术之后的呢，后续治疗以及康复，从外省的医院回到四川，这是咱们当时啊国家在地震的时候规定的。那么那个时候一地震5月12号发生之后，陆续有伤员往外运，到了外省的地方进行手术医院。可是那个时候呢，到外省手术，这个手术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国家给掏。很多的外省的医院呢，接了这活了，都说国家给掏这钱，可迟迟财政转移支付没到位，财政资金上捉襟见肘。很多医院一看，这么着在我这没头了，所以呢，当手术好了，大致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正处在关键的康复期上，好多医院迫于经济压力，就跟这些伤员说了：“你们呢，回本省治疗去吧，四川这不当地也可以接待你们吗？回去吧。”当然，这些伤员出于各种各样考虑，陆陆续续真就回来了。于是当年我记得2008年6月份的时候，大规模的伤员从外省开始往回返，到8、9月份达到高潮，就回到四川。
说回到四川，那也是当时也是免费救治。可是免费救治这个康复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我们说康复需要的条件，甚至有时候比治疗都重要，需要的水准都要高。本来我们国家呀，在这个病人受到重大伤害之后的康复，就是我们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当时在地震之后的四川，这个更加薄弱。比方好一点的，你像成都啊，这些各大医院呢，康复条件好点，都饱和了。为啥伤员先回来的住进这些地方，条件好还免费？可是这医院能力有限，哪接得了那么些人呢？那么说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城，小医院嘛，有的地方那医院都被震塌了，还有的地方医院完好呢，但是小县城的医院又没有那么好的康复条件，基本的设备都没有，再加上大医院那头饱和，所以当时有好多的急需要康复的人没有得到及时的康复。我们说康复期是手术之后3个月以内是最佳康复期，有的人因此就错过了。那么这个还不算，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这些人呢，不能在医院里，得到哪儿去呢？我们说你回家去吧，就叫社区康复。可是当时四川是灾区啊，基本在家里头的条件都很差，根本就没有康复的这种条件，所以好多人因此耽误了病情。另外还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就是呢，咱们当时政府是规定2008年12月31号是截止日期，就说你在这个之前看病，不管你在哪儿看，国家的医院都不用掏钱，免费。到2008年12月31号以后，就是近2009年，都按正常渠道办理。就说你自个儿治病康复也好，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自个儿拿，国家不管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说回去治病的这些人，好多家庭很困难，有的呢就有俩钱，一场地震之后也不剩啥了，所以这些人很困难，拿不起康复医疗这个钱。有人说那不是还有医保新农合吗？大伙儿别忘了，当时的四川大多数县城根本没有把康复的医疗列在医保范围内，不给报。而新农合保大病，康复更不给报。所以当时好多人呢，回到家以后呢，家里也没这条件，这一穷，没钱看病，这个病情因此就耽误了。说我再到大医院去吧，也不行了，那一边的钱更高，而且你越是到大医院去，离自个家远，那新农合报销的比例越来越低。我们知道你在家附近这医院治，给你报多少，到远了处不在你这范围给你报多少。咱们有的朋友加入新农合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整个前前后后呢，四川当时大概有7000多名伤员需要康复，里边有一些例子，就是说有个叫王丽兰的，咱们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记得，当年呢他是地震之后呢，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就人基本就瘫痪了。当时有记者拍一幅照片叫托举生命，哎呦，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电视出现，感动了不少人。这个王丽兰就是一开始在医院里免费治疗，到了2009年呢要花钱了，他出院了，可是根本没做到康复，病情加重，眼看就要死了。相关部门发现了，说这不行了，又赶紧给他弄回去到医院，总算这条命保住了。这个王丽兰还是挺幸运的，有相当多的那些已经做完手术等待康复的，由于救治条件不及时，有的人呢是旧病复发，有的人呢是本来不该瘫痪，还有的人命不保了。所以就说总体来说，四川灾后重建在病人康复这一块并没有做到位，中间有好多确实是天灾这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是有一些政府要承担责任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康复设备这块不到位，政府不是不管。2008年6月份的时候，卫生部部长陈独就说了，必须建立3级的这个康复医疗体系，
一定要拨款到位。也就是说，往下拨钱呢，怎么什么的。当时政府干的是非常积极，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救灾体制里边效率比较低。低在哪儿？你比方说，我要买一些康复的医疗设备跟器材，比方轮椅，咱们是怎么规定的呢？政府为了怕呀，有的人中间挪这个钱，你比方说拨这钱，直接拨给生产轮椅厂家，轮椅厂家直接发货，地方部门只能直接拿这个轮椅。那这种情况呢，倒避免了中间挪用。可是如果这个地方假如不需要那么多轮椅，临时需要别的，那这笔钱变成轮椅了，没法灵活使用了。所以这个体制呢，多多少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僵化。再一个，为了防止这个慈善款项跟政府拨款用到正地方，比方我这要采购什么，一定得招标。招标的过程当中往往很繁复，比方说理疗床啊、各种仪器啊，一招标，前前后后我们在效率再低下点，用了将近1年，所有需要的这些东西才凑齐，弄到一块儿。可是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病人的康复期，宝贵的康复期过去了，再有的都各回各家了，你再想着急上来很难了。所以说，这个由于这整个的这个机制处理的不够完善，各个环节拖沓，有时候人浮于事，结果使政府拨款的效率啊非常低下变的。汶川大地震3年前的剧痛究竟如何抚平？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抚慰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一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有些病不等人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救灾机制、重建机制里面出现了一些效率低下的问题，所以这也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病人的康复没有赶上好的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呢，你比方说学校、医院、康复中心，这是灾后重建过程当中3个重点项目。有的康复中心建得非常漂亮，可是呢，这个中心建好了，里头人员编制，这些人员的费用怎么解决没弄清楚，包括病人在这里康复的费用怎么解决也没弄清楚，所以造成呢，这个康复医院建得很漂亮，建好了没病人。你比方浙江对口原建青川县，花了1100万建康复中心，里头现在一个病人没有。就是这个中心建得很漂亮，可相关机制没解决，里边这些人经费怎么解决？到这里边来康复的病人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在现实当中要一点点琢磨跟克服的，要理顺一些关系的。可有的时候政府资金花下去了之后，把这些好设施都建起来，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但是细节做得不够，使这些实惠没有完全真真正正的落到老百姓身上。那么倒是呢，一些民间 NGO 组织呢，在这个康复病人这方面呢，发挥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作用。你比方我刚才说，2008年12月31号以后不免费了，好多人的病情这个康复人员治疗就停止了。正在这个时候呢，以这个香港影视明星啊为背景的有那么一个叫福佑基金会，幸福的福，这幼儿的幼。这个福佑基金会呢，派了大量的人到这边来，在当地还招募志愿者，一些有医疗知识的人来干嘛？专门帮助这些伤员康复，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又出钱又出力，又帮他们找这个医疗设备干什么？可是问题，这个基金会啊，它的实力不是很强，那早晚有一天它支撑不下去了，钱拿不出那么多了。那康复我们知道，有时候往往需要一生。很可能这个人病的这辈子就这样了，怎么维持他的生命，怎么能让他有尊严的活着？我想这个时候恐怕这些小的民间组织难以承担，只有政府能承担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灾后重建不光是说盖房子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甚至还包括什么？这些灾民这辈子怎么办？这些伤员这辈子怎么办？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还没有做好一个灾后重建的长效机制。而且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确实是大有力，资金很快就能到位。我们说引进民间 NGO 组织是很恰当的，这些组织机动灵活，能够弥补
政府庞大机构上效率上的某种不足，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必须要关注到群体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当中啊，咱们的政府对这个民间组织啊不是很看重，也不是很倚重，所以民间组织呢在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啊不是很大，往往一切都由政府来主导，钱花了很多，但是效率并不是太高。所以我们现在呢，汶川地震3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好好回头想一想。那么天灾降临到中华大地上，除了给我们带来伤痛，除了给我们带来呢全国上下一起救灾这种振奋精神的团结感以外，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找到一点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吸取一点我们过去留下的一些教训和经验。比方说日本这大地震，核辐射可能会给日本后来救灾过程当中提供很宝贵的经验。我们不能呢是当时救灾轰轰烈烈过去了，该救的也救出来了，该手术也手术了，房子也建起来了，好像这个事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不是，我倒觉得政府负责任的方法应该是什么？不是开庆功会，而是一定要把这3年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救灾上我们哪点做的不到位，哪块重建做的有漏洞，什么地方效率低下，为什么这样，咱们要把它总结出来。而这个东西是这次天灾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现在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好像一有灾了之后呢，一救灾就坏事变好事了，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了，就体现了和谐社会，人人都奉献一点爱心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人之初性本善，我们都知道奉献爱心，老百姓有这个觉悟。3周年啦，灾区重建金碧辉煌，比过去好了，应该挑这3年来的毛病。像我刚才说的，对待这些伤员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政府哪儿没有做到位，哪个地方应该加强，什么地方应该引进一些外力来帮助政府去修正我们做不到的地方。那么在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些现象啊令我们感觉不是很舒服。你比方说头一个现象，出现了苦乐不均，这个其实在地震过程当中就能体现出来。我们说汶川地震是它的震中在四川，可是受影响的不光是四川，你像甘肃，你像陕西，你像云南，多少都受点影响。而且甘肃有的地方啊灾情并不比四川差，可是当时呢新闻媒体报道呢一窝蜂都涌向了汶川、北川这些地方，这个对甘肃灾区的报道呢就不是那么力度特别大。那么等到灾后重建的时候呢，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所有部门呢，你比方有的献爱心呢，表现自己灾后重建的功劳啊、力度啊，一窝蜂的都在什么汶川呐、北川呐这些地方。就连四川省内其他的有的灾区，恐怕都没有北川这种典型意义大。所以好多灾后重建的重心使劲的地方呢，都落到了这样的地方。相反，你像甘肃或者四川其他一些，有的时候可能灾情相对轻一点的，往往不那么受到重视。当地灾民的安置呢，灾后整个的重建呢，进展呢也不像北川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这个是灾后重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苦乐不均的现象，它本来不应该在政府安排资源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啊，要重视灾民的心理感受，不能经常啊搞坏事变好事，搞什么一些周年呢这个那个之类的。我还记得在2009年5月12号前后啊，汶川地震1周年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官员说走嘴了，来了这么句话：等这个1周年庆典过去之后啊，1周年庆典，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吗？当然我说他是说走嘴了，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他为什么会说走嘴呢？因为当2009年5月12号的时候呢，四川好多地方呢，政府是真是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值得很重视的，除了不能张灯挂彩以外，别的都应该像庆典那么准备似的，又要把以前的救灾典型拿出来，又要英雄人物模范事迹再来一遍。
甚至有的地方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呢，比方说这建了一条新街，起了一个新大楼，要把一些灾民找来说啊，这个过去跟现在对比，那是多惨，现在多好，搞一些新时期的忆苦思甜。而这种东西我们大家很清楚，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苦痛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你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我就看到电视里那种采访啊，现在地震过去1年了，过去2年了，你的生活跟那时候比是不是好了？是不是应该感到？无形间使被采访者心里头什么样感受？我们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我非常反感，包括地震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媒体把这一些个灾民找到现场，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甚至不知道亲人现在什么样。然后呢，他们在对着镜头的时候，又要撕肝裂肺的把那一幕重新回顾一遍。我认为这个挺残忍，不好。在这个过程，无形间等于把灾民的心里又撕了一道口子，又容易让他们想起不愿意回顾的灾难一般的过往。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灾后重建过程不是仅仅修个房子那么简单，不是外表看着各个地方旧貌换新颜就过得去，里边还有诸多的细节需要我们逐一考虑。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苦痛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你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灾后的长效救灾机制？就通过这一次灾，我们把这个都理顺了，就像2003年那个 SARS 非典时候一样。我们之后不快速实现了这种重大疫情社会公开制度吗？就说每一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还有着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这样的附带作用。多多的关注一些具体层面的东西，把一些微观的东西抓好。所以我想这也是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我想这也是汶川地震3周年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有益的一个启示。随着咱们中国人呢越来越有钱，你发现呢老外到中国旅游的特别多，那么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也越来越多，而且一点一点的呢，中国人甚至成了外国某些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那么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4大游客输出国和第1大旅游目的地国。你听着挺让人振奋，可是最近呢，有不少的杂志登了相关的对中国游客印象的调查报告，显示呢，世界范围之内最受人讨厌的是美国游客，而排第2的就是中国游客。有的人说这可能又是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人。为什么美国在讨厌程度上美国游客排第1，中国游客排第2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富了以后的那种骄横心态。有的美国人很自豪，我们美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最有钱，我们国力最昌盛。所以有时候美国人出去旅游往往以自己大国自居，瞧不起人家这个国家那国家，你们落后，你们不开化，你们不懂普世价值，经常有这样的优越感。所以很多地方人讨厌美国人。那么说中国到这程度了吗？成为世界上说最了不起国力最强大国家吗？还没有。那为什么很多人把中国人列为受人讨厌的游客排第2位呢？这也跟富起来之后你的状态有关。曾经有一本外国杂志呢，把中国游客的形象呢做了个素描。你看我给你叙述一下他们眼中的中国游客是什么样呢？戴个白色的旅行帽旅行帽写着什么国旅什么假期反正旅行社的名字，这就像一个团似的。然后导游带着，在国内就是拿个小红旗儿，在国外拿个喇叭别走丢了每个旅游团成员戴个小白帽，然后呢脖子上呢挎个大照相机，3反的，还挺贵的。往往这照相机呢非得有个很宽的带子，这带上还得有商标，徕卡奥林巴斯、林哈佛，写的清清楚楚，好像什么我们家有钱，你看我用这个。然后衬衫一般都得塞到皮带里边去，
宽松的西裤，深色皮鞋，拿个大茶杯，茶杯里半下子茶叶，手里拎一堆购物袋，购物袋你看上面香奈儿啊、路易威登啊、什么这 GUCCI 都得这类著名商标。这是外国人眼里边中国游客的形象。他为什么给你这么画像呢？就中国人现在有钱，人家管这个人民币都叫北京镑啊，到哪儿去扫货买东西不再有钱。说中国现在推动了国外奢侈品的市场，你就说奢侈品这个购买吧，有些中国人到法国去旅游去，他能用也就是半天的功夫看看凡尔赛宫，用2个小时时间看看艺术的宝库罗浮宫，然后在埃菲尔铁塔呀、凯旋门那儿啊拍张照片就行了，摆个 pose 完事了。剩下时间干嘛呢？香榭丽舍大街买香水，买这个各种奢侈品包啊什么的，化妆品，去购物去了。就大多数时间用来购物，这是中国游客的特点。那出去满大街似的扫货去了。这个奢侈品它有个这个特点，为什么是奢侈品？物以稀为贵。它这款包可能我就不生产那么多，限量的它才贵。它其实真值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可是你一来把这都买走了，人家其他客人再来了没这货了不行啊，所以他开始限制你。原先是你手持1本护照能买2包，后来改成1本护照买1个包，这都弄出笑话来了。有一回刘翔去法国，刘翔名气多大呀啊，在这个香榭丽舍大街转悠，结果就被呢母女俩发现了。哎，母亲领着女儿正在这逛店呢，他女儿认识刘翔啊。哎呀妈，这个刘翔，他妈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上去都没意识到刘翔是大明星。问您这有护照吗？你把护照借我使使，我要再买个包。你看要拿刘翔护照使买包去。这中国人出去对路易威登啊、香奈儿啊、GUCCI啊、普拉达呀，对这类奢侈品，哎呦特别在意。好多地方都因为这个专门设了中文的导购员，就会说中文的导购员。很多地方都摆那 POS 机呢，你这国内的银联卡到那刷一样好使。就说这路易威登店和这些奢侈品店，它有1半的营业额是来自国外，而这个1半营业额来自国外里边，又得有将近1半是中国人买。你说等中国人间接的把它的销售额推上去1/4，这多大比例？中国盛产游客，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出行人口之众多，旅途花费之巨大，往来世界之频繁，令世界惊讶。许多国家甚至因为大量中国游客改变着他们的习惯。澳大利亚人因为中国人开始吃鲍鱼，英国人开始跟着我们学风水，韩国地铁用汉语来报站名，雅加达的超市挂大红灯笼来促销，法国的公司成立了专门观察中国人行为的研究小组，美国的酒店房间开始配上了电热水壶来方便中国游客泡茶，早餐还提供稀饭和咸菜。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游客纵横四海，中国被媒体称为游客帝国。有人说中国人真有钱呐，咱们也是真好奢侈品，没富过，这乍有钱不知道怎么花了。我以前分析郭美美的时候，我不说过这话吗？我比你富，往往意味着我比你占有资源多，我更安全。所以我买个包，我拿路易威登，我就牛，我比你高你一等，他有优越感，心理上满足。这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买奢侈品重要原因。有人说那国内也有卖的，怎么不在国内买呢？你比方路易威登到中国单开店呢或者什么的，关税什么的非常高，所以同样的货呢在国外买便宜，到国内就贵。我曾经有个朋友出国嘛，回来买回一堆奢侈品，我说你干嘛呀？你也不是多有钱。他说你看啊，这个包国内卖15000，我在那儿买8000块钱就下来，就人民币8000啊。说你再看这款香水，这个国外卖多少？才卖人民币1万出头，咱国内得将近2万多。你看看这风衣没有？世界名牌，什么阿玛尼之类的啊，在国外才不过人民币2万多块钱，国内最少3万5。
这3样货加一块我省多少钱？我省2万多，这一趟费用都出来了，连吃带喝都够了，多省钱呢。所以很多人去买奢侈品到国外图省钱，因为国内的奢侈品涉及关税什么的价很高。你像那个法国路易威登店，中国人都把挤满了，进到里头有的还用现金买啊！你听里边的声音南腔北调。我说大哥，这款我买了。哎，你看兄弟，我买出吗？你看什么口音都有啊！反正一说买这包，老外都看着是眨眼睛。所以这是中国游客在海外印象不佳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人家认为你的综合素质差。你看咱们生活在自己国度感觉不出来，到国外去你就体会了，人家这种看法有的时候啊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你比方头一个，经常拎一大箱现金就出去了，在国外很少有人用现金，你现金带的多，有时候拿一大箱现金出去消费去了，尤其是换成外币，换成英镑啊，换成美元什么的，到店里头花钱还整不准人家面额，还得搁计算机算，还得点，弄得营业员都挺费事。这带现金，这是人家看不惯你的。第二个，走到哪儿照相，有的拿这个照相机啊乱照一气，甚至为了照相呢都忘了这地方好好看看了，而且照相不说还得摆 pose。我刚才说像芙蓉姐姐似的，耶，就是表示我来了。这不有人说中国游客吗？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处拍照。说这地方你去过没有？去过，你看我照张照片，表示这地方我来过。可你仔细看了吗？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反正我到过，这地方我来了，我去过，这就行了。至于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样子，那不管，我也没记住。所以人家你到处拍照，人家看不惯你这个。再一个呢，点菜、吃饭，还习惯在国内一增一大桌子。有的时候这欧洲那西餐份儿挺大，最后剩一多半。咱觉得咱挺牛，咱有钱，那厨师看着这个浪费的都感到难受。就这个习惯，这是个习惯问题。还有一个大声喧哗，你比方说到哪儿去都习惯了，老张过来，老李子来干一杯，明天上哪儿去？我想我儿子了，声音很大，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还有的就个人小节了，有中国人愿意蹲着，有的呢看人不正眼看，为啥呢？出到国外之后，外国人开放啊，哇，这个小姐穿的好清凉，偷着看人家，搁眼神飘。其实你大大方方看倒没事了。再有一点不好的，好脱鞋，走到哪儿把鞋一脱，站长椅上了，站座位上了。那人家看你这个，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汗脚啊，看不出来呀。你一脱鞋，有的露脚趾头，有的直接就有穿袜子，有不穿袜子，就觉得你这有味儿。所以这个其实啊，都是生活习惯当中一些不文明的东西。所以中国游客呢，被列为世界上第2不受欢迎的游客，就是我刚才总结这些原因。旅游文化是什么呢？首先咱得说，你出去旅游是为了啥？我觉得不外乎2个层面。第一个，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第二个更重要，放松身心，休闲，获得个好心情，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咱们旅游现在你发现呢，5一、11赶上了一个长假，都得出去玩去。至于到哪儿玩，怎么玩，怎么能让自己心情舒坦，怎么能让自己增长知识，没有考虑，反正我得出去。结果跟着团出去呢，我倒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是这样，我今天要感觉疲劳，我宁可在宾馆躺着睡觉。有人说那来了你不白来了吗？咱出来是为了放松休闲的，你把自己搞得很疲劳，那还不如不出来。所以旅游最核心的是放松心情，放松身心。我倒挺欣赏，有的人是糟蹋四川人，说四川人好打麻将，说怎么的，有这么成都人有那么几位哥4个，咱旅游到哪儿？到新马泰，到泰国去。到了泰国一进宾馆，说咱去哪儿转去？别的先打会儿麻将吧，把麻将桌支上，打了2天麻将，然后买飞机票要回国内。人说那你上泰国干嘛？国内不能打。人家玩的就这心情，高兴不高兴？到国外打麻将，我高兴了，怎么了？没什么不可以的。你说我到这儿来我不看看，天底下好风景多了，你哪看得过来呀？关键是放松，让自己高兴。
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很多。魏晋南北朝后期有个叫王子猷的人，这个人家住在山阴，有天晚上呢，在家里吟诗作赋，推窗一看呢，外头飘飘下起雪来了。他突然间想起自己个好朋友，姓戴，叫戴安道。这个人住在陕西，从他家到这儿呢得摆船，而且还得摆挺远。这么的下着雪，他把船就架上了，跟着仆人就顺着这水陕西去了。这船划的也慢，划了半宿，到天亮才到陕西这儿。他突然告诉船工，掉头咱回去。这船工那边，你来了，你不到你朋友家，怎么不看看呢？王子猷说，兴尽了，就是我的兴致已经尽了，这一趟我够了，用不着见自个儿朋友。下了船又回去了。我认为这个不仅风雅，还很潇洒。可能这个时候他一路游山玩水，晚上看着风景看够了，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精力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再见朋友已经没那精力了，那我何必把自己搞得很疲劳了？而且我这一道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这诗兴也发出去了，行了，回去吧。我认为这个人还真是高人，我们很需要一点这种精神。当然，如果你在旅游过程当中说是放松身心，你因为别的事儿而耽误了，或者因为你的个性你造成的是不能够愉悦身心的话，你这旅游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你比方说出去要报一个团旅游，你会发现这团里啥人都有，有的人简直不是旅游来了，要么炫富来了，要么斗气儿来了，要么诚心找别扭来了。你比方有人总结了多种类型，其中有一种类型，一上来跟团10个不服8个不忿，谁也瞧不上。导游介绍，旁边人很新奇，哦，这么回事。他在这一撇嘴，我早就知道。看了某一处风景，这风景不咋地，那点我到哪儿去比这强多了。到个购物点买东西，这东西比巴黎差远了。你说这人多讨厌，旁边有人往往一句话就给他干灭火。你这么牛，你跟我们一块抱团出来干嘛呀？你自己去巴黎呀。他没词儿。像这种不受欢迎的类型的游客，其实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杂志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您可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为啥？出去旅游的时候，这里边保准你能碰着至少2、3种类型，很有意思。这说明什么？我们的旅游文化呀，在一定层面来说亟待提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说这中国旅游的多，他旅行的很少。有人说不一回事吗？旅游不是一回事。旅游我刚才说增长眼界放松身心，主要是呢这一趟为了游玩。旅行不是，旅行在某种程度这个行不是行走，而是修行，是借助着出去各地方走，感悟人生，磨练意志，它带有明显的自我修行的味道，自我开悟的味道。旅游你倒是花钱去，旅行你还得精打细算，不见得就像旅游那样我舒服就拉倒，甚至我苦修，我遭点罪，是旅行自我修身的一个途径。你比方到中国来，有的人奇怪说，外国人不有钱吗？怎么到这儿来住差的地方，而且净到那自然环境糟糕的遭罪去了，图啥呢？外国人有的人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游历来能够让自己各个方面有所提升，磨练意志啊，开阔眼界啊，感悟人生啊，展望未来呀，对生命的体会他能上个层次。你听着挺悬，其实这是人在物质世界丰富到一定程度，要求丰富自己精神世界一种必然的方式。而这点来说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大多数都是旅游，旅行者是凤毛麟角。但是中国古代旅行者可不少，而且这些旅行者应该后来成了旅行家，在世界范围都有影响。你比方说徐霞客，徐霞客呢，小的时候呢考科举，第一次没考上，他爸爸就不鼓励他考了，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能游山玩水，能够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么人。说孩子你呀，我看你就各处游历长长见识。他跟着他爸爸走了几个地方，后来他父亲死了，家里有高堂老母，徐霞客说父母在不远游啊，不能出去。可他母亲观点是非主流的，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因为我在这就捆到家里，有什么出去？你出去吧。
徐霞客自己背着行李带着盘缠，他从10几岁一直走到50多岁，他是56岁死的，足迹踏遍中国16个省，北到河北，南到这个广东，西到云南，东到福建，走遍了。而且徐霞客出去走，那可不是我们说游山玩水，到哪儿啊喝点酒，玩一玩，吃点当地土特产，不是这样。徐霞客游遍名山大川，那时候名山大川哪像现在的接待措施这么方便呢？好多时候是冒险，人迹罕至的时候，狼虫虎豹多事，他都得躲着，他也算命大。你像游南雁荡山，他说古书里说呀，温州南雁荡山顶上有个湖，他就想看看。那是登山哪有路啊？可以说上山随时一脚踩空就粉身碎骨，在山顶上就跟现在攀珠穆朗玛峰似的，得搁那铁拐凿出一个坑往上蹬，完了搁带子系到树上往上去，都差点让掉到山崖里就完蛋了。这是，所以徐霞客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可是他眼界大开。他有个习惯，不管是我旅游多累啊，我这一趟晚上我一定是点上油灯或者点上篝火，拿出纸笔把一天的行踪记下来。所以徐霞客游记其实总共是2000多万字，可现在留下的不多，就40-50万字。但就这些字，徐霞客游记也是世界旅行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宝书。所以这个人能不是大旅行家吗？这旅行有时候它的意义往往就在于吃苦。你包括泰山当年顶上呢说登山看日出见索道，我参加那个会了，我激烈的反对泰山见索道。为啥？人如果能随便登上去了，还能觉得泰山日出宝贵吗？你看那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元朝时候来到中国，游历了那么多地方，他也遭了不少罪，可是他呢把中国的风貌记下来了，回到意大利以后直接促成了新航路的这种出现。所以像这样人物名垂青史。当然咱们好多人呢可能说我不能学徐霞客和马可波罗，我也不想名垂青史，可是在旅行过程当中陶冶身心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的遗憾就是在我们身边呢，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旅游文化却没有形成，而旅行的人呢始终不见得有多少。而有的所谓旅行是什么？寻求刺激啊，你跟着到野外驴友去玩去，结果呢还没做好这准备，有的女孩穿着吊带穿着高跟鞋就登山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都说不少驴友被困到山里出不来，你根本没拿这当回事，没有心里边对自然景观存在着感恩和敬畏的两种心态，你很难做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啊，我们的徐霞客呀，什么时候能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